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你们失踪好久的美食研究员又上线了。大家在做戚风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这样各种不同样子的开裂？我做的时候也是，有时候烤出来那个样子就很好看，有时候裂的呀，真的能给我气笑了。最近我就针对戚风开裂这个问题做了各种实验，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所在了。那我就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赶快一块来看看戚风的各种开裂是怎么回事。先找找侧面开裂的原因，用的是这个配方，只是把低筋面粉换成了高筋粉和中筋粉。我总觉得侧面开裂可能跟面筋有关，因为大家用的面粉可能筋度不同，我琢磨是不是筋度高容易让侧面开裂。分别用高筋粉和中筋粉做了2个戚风，看我这中筋粉和高筋粉做好的蛋黄糊都特别的稠，蛋白都打到这样的状态，做好的面糊也挺稠的，倒在模具里是8分满。结果烤完以后它侧面没裂，跟我平时烤的戚风一样。这2个我已经分不出来哪个是高筋哪个是中筋的了，几乎一样，但是这2个蛋糕里边都有一点点不定层。然后我就想，会不会是鸡蛋比例的问题？刚才那个配方鸡蛋是按克数放的，平时烤6寸我都是用3个鸡蛋，这回我放3个鸡蛋，还是做个高筋粉的。3个鸡蛋做完以后，面糊倒进模具里是9分满，烤的时候发现，它侧面开裂了。看到没？从侧面开始裂了，最外圈裂了，哦耶！脱模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表面也裂得比较厉害，但是它蓬松度还是挺好的。就是我发现用高筋粉做的蛋糕吧，在中上部分会有一小块不丁层，不是表面也不是下边，就这块中上部，但是整体来说蛋糕也还是挺软的。做了这3个蛋糕以后，我脑子里就产生了3个疑问，那它侧面和表面的开裂是跟面筋强度有关，还是跟鸡蛋比例有关，还是跟面糊多少有关？带着这3个疑问，我又做了2个低筋面粉的戚风，配方跟之前的一样，一个装在模具里8分满，一个9分满。还是用150度烤，烤的时候这俩就挺明显能看出区别来了。面糊多的这个裂的就很豪放，面糊少的这个裂的就比较腼腆了。脱模以后就是这样的。那通过这个对比，我能确定戚风开裂的程度跟面糊多少肯定是有关系的，但是目前还没找到侧面开裂的问题，那再从鸡蛋上面下手试试。然后我分别用了2种鸡蛋来做对比，一个是我们家鸡新鲜出屁股的，一个是买的普通蛋。2种蛋的蛋白和蛋黄比例都不同，家养的蛋蛋黄比例更高一点，买的蛋蛋白比例更多一点。蛋白都是打到了比较硬的状态，最后倒在模具里都是9分满。然后我惊喜的发现，这2个居然都裂得一样，侧面和上边都裂开了。这回上面没有很多小裂纹，就是很深的大裂纹，我觉得可能跟我换了个配方也有关系。之前的配方油的比例小一些，面粉多一些，会不会是面糊比较干，所以容易有小裂纹？先不管这个问题了，通过这2个的状态，再跟前边高筋面粉做的对比，那我又得出了俩结论：这侧面和顶部的开裂和面筋强弱还有鸡蛋比例都没有太大关系，应该主要还是跟面糊多少有关系。然后我又想到，是不是跟温度应该也有关系？又做了一个，蛋白还是打得比较硬，这次降低温度用130度来烤，结果发现它因为面糊太多，4边没有模具支持了，所以侧面裂开了，但是表面没有裂，那看来表面的裂是跟温度有很大关系了。再来一个7、8分满，150度烤的，表面就是浅裂纹。谜团在一点一点揭开，真的太开心了。现在又多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跟温度高低也有关系。此刻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个疑问，跟蛋白软硬度有没有关系？然后又试了把蛋白打得软一点，这回再把温度提高点试试，170度烤。进烤箱之前它基本是7、8分满的，但是因为温度太高，看它裂的也是很厉害的。还试了2个上火低下火高的，也是裂得很厉害，但是对比蛋白硬的那个，这几个都没有侧面裂，只是表面裂得厉害。所以通过以上的对比，我认为侧面开裂主要原因是蛋白太硬，还有面糊太多；表面的开裂主要原因就是温度太高。那烤戚风的时候为什么会开裂呢？戚风长高是蛋白霜里的空气泡和水蒸气膨胀双重作用的结果。蛋白质凝固的温度是70度左右，还没到70度的时候，蛋白泡中的空气会受热长高，达到70度后，蛋白泡的蛋白质开始凝固。烤箱烘烤的原理是温度由外向内传递，所以最外层先熟，再一层层往里熟。蛋糕装在模具里，只有表面那层暴露着，所以它会先熟，结皮变硬，
里边还没熟，还会继续长高，就会把表面最薄弱的地方撑破。所以平时烤戚风，我们为什么都放在最下层啊？表面离上火越近，温度就越高，温度越高，表面结皮越快，那里边没熟的部分就越多，所以温度越高，表面就裂得越厉害了。了解了这个原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戚风开裂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戚风做的是否完美，并不是用开裂或者不开裂来评判的。那要注意以上几点的话，应该就可以烤一个不开裂的戚风了。蛋白打得软一点，烘烤温度低一点，前期用130度烤，等定型以后再提高点温度。然后我还真烤了一个没开裂的，但是它没有满膜，也可能我这个蛋白打得有点太软了。脱模以后就是这样的，我真的看不惯它，小矮个儿，跟开裂的戚风对比一下，高度和蓬松度都是差一些的。尝尝这个没开裂的，这个我感觉蛋腥味有点重，而且中间稍微有点嫩，有一种没熟透的感觉。所以不开裂的戚风真的没有开裂的好吃。抛开松软度方面，香味真的差很多哎！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再追求不开裂的戚风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不开裂的好看，那你真错了。拍照的时候，你把这些开裂的调个个儿，它不就很好看吗？这个不开裂的反倒是没那么好看了。我来尝尝这个高筋粉做的啊，也挺松软的哎，还挺好吃的，略微带一点点嚼劲儿。如果家里没有低筋粉的话，用普通面粉其实也是可以做戚风蛋糕的，味道也是不错的哎。我是真的认真在品尝，每个都尝了一口。今天我又要长肉了。最后对比下来啊，我觉得口感最好的就是那个按比例做的戚风，就是85克蛋白，42克蛋黄那个口感真的是最好的。没试过的小伙伴们，推荐你们试试那个配方。按这个比例做，蛋白不要打太硬，做出来的蛋糕组织很细腻、很松软，口感真的比其他的都好。就是有点浪费鸡蛋了，大家可以材料加倍，用5个鸡蛋做8寸的，这样应该就跟这个比例差不多了。那关于戚风开裂这个问题，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欢迎大家留言，咱们一起在评论区继续探讨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方面的困惑，也欢迎给我留言。有时间的话，我再琢磨琢磨。我还挺喜欢拍这类视频的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而且很长知识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关注、点赞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